780公里，這是一個決定地球上誰當主人的距離。6600萬年前，一顆直徑大約10公里的小行星，以每秒20公里的速度撞上今天墨西哥尤加敦半島的北緣，撞擊點被命名為希克蘇魯伯。如果那塊石頭晚30分鐘抵達，地球會多轉780公里，撞擊點會離開那塊尤加敦碳酸鹽台地，落進墨西哥灣的深水盆地。而根據2017年11月刊登在科學報告期刊上的模型，同樣一顆石頭撞在地表別的地方，觸發全球性大滅絕的幾率只有 13%。 反過來說，有 87% 的幾率飛鳥恐龍不會死光，恐龍不死光，哺乳類就繼續被壓在100公克以下的夜行角落，哺乳類爬不上來，靈長類的窗口不會打開。窗口不打開，今天坐在熒幕前的不會是你。今天這一集把這筆賬一項一項算給你看，時間、距離、岩層、能量、腦容量全部摊開。先算30分鐘值多少公里。地球赤道的自轉線速度是每小時大約1670公里，但撞擊點不在赤道。希克蘇魯伯坑的中心大約在北緯 21.4 度，乘上纬度余弦，那條緯線圈的周長縮到37300多公里。線速度降到每小時大約1555公里，30分鐘777公里，四捨五入780公里。換成精度更乾淨，地球24小時轉360度，1小時15度，30分鐘就是整整 7.5 度。撞擊點的精度會從西經 89.5 度往西挪到西經97度附近，方向要講清楚，很多人會弄反。地球由西向東自轉，小行星的軌道固定在太空中，它會打到哪一塊地表，取決於那一瞬間哪一塊地表轉到了那個位置。撞擊延後，地面往東轉走，原本在西邊的地層就補了上來，所以晚30分鐘，撞擊點相對地表是往西移，不是往東。接着要講一個更殘酷的物理事實，因為我們這個頻道不做假賬，地球繞太陽公轉的速度是每秒大約30公里，30分鐘地球會沿着軌道跑掉54000公里，地球的直徑是12742公里，54000除以12742等於 4.2， 也就是說，真要晚30分鐘，那顆小行星根本打不到地球，會從4個地球直徑之外的空當擦過去，然後繼續飛向太陽系深處。所以這一題要成立，條件必須鎖死，碰撞照樣發生，只把地球自轉的相位往後推30分鐘，這是推演，不是史實。接下來所有的推論都建立在這個假設上。我把話講在前面，後面就不會有人誤會。780公里，在一顆周長4萬公里的行星上，只有那條緯線圈的1/48，連 3% 都不到，聽起來微不足道。但地球表面從來不是均質的，這780公里剛好夠你換掉腳下的整套岩層。這一整集的邏輯就架在這一句上，這顆石頭的大小、速度、能量一項都不用改，只改它落在哪裡，順帶把這件事的證據鏈交代清楚，因為這不是憑空的假設。1980年，路易斯·阿瓦雷茲和沃爾特·阿瓦雷茲父子在全球白堊紀末的地层裡找到一层異常富集的銨，在地壳裡極少，在小行星裡很多。這一層薄薄的粘土在世界各地同一個層位上重複出現。10年後，尤加敦半島底下那個被石油探勘資料埋了幾十年的環形構造被翻出來，直徑對得上，年代對得上，坑裡的衝擊、石英和熔融玻璃也對得上。這是一樁已經結案的案子，我們今天要推演的只有一個變數：時間差。現在講第二筆賬，希克蘇魯伯到底撞在什麼東西上？撞擊當下，尤加敦是一片淺海，水深大約幾十公尺，最多100公尺上下。這個水深對一顆直徑10公里的物體來說等於不存在。真正的問題在水底下，那裡是尤加敦碳酸鹽台地，一套厚達3公里左右的沉积序列，上层是碳酸盐，也就是石灰岩，中間夾着大量的硬石膏，也就是硫酸鹽。鹽是遠古淺海反复蒸發留下來的蒸發鹽，再往下才是结晶基鹽。硫酸鹽，鹽是這一整集的關鍵字。而那套硫酸鹽是怎麼跑到那裡的，本身就是一場長達數千萬年的巧合。
尤加敦台地在中生代長期是一片熱带淺海，水體周期性被隔離。蒸發，在灌入海水蒸發時，溶解的硫酸鈣会先结晶沉澱，一层一层疊起来。這個過程重複了無數次，才在地下堆出那幾公里厚的蒸發岩序列。換句話說，地球花了幾千萬年，在尤加敦半島底下慢慢裝好了一顆炸彈的火藥，然後在6600萬年前的某一天，一顆從太陽系裡飛來的石頭替它按下了引信。這二件事之間沒有任何因果關係，這就是這一集最讓人不舒服的地方。還要補一句，這場滅絕不是只有一個嫌犯。同一時期，印度的德干高原正在爆發規模驚人的洪流玄武岩，持續數十萬年，同樣往大氣裡灌硫和二氧化碳。學界至今仍在爭論兩者的权重分配。主流看法是德干火山把生態系推到了懸崖邊，而希克苏鲁伯負責那最後一腳。這一點必須說清楚，才不會把整個故事簡化成一顆石頭的獨角戲。撞擊能量保守估計是 1.3 乘以10的24次方焦耳，換算成黄色炸藥的當量大約310兆噸，相當於200億顆廣島級原子彈在同一個點上同時引爆。2020年發表在《自然通訊》期刊的研究指出，這一撞是從東北方以45度到60度的傾角切進去的，這個角度是最糟的組合，夠陡，能量幾乎全部灌進地層，把最大量的岩石轰进大气层，又不是垂直，撞出來的坑橫向擴張的非常大，直徑落在180到200公里之間。被轰上天的不是普通石头，是硫酸鹽。硫酸鹽在上万度的高溫下分解，把硫釋放進大氣，硫在平流層氧化成硫酸鹽氣膠。這種東西的特性是反射陽光，而且滯留時間以年計。同時，碳酸鹽鹽分解釋放二氧化碳，那東西的滯留時間以萬年計，一記急凍，接着一記悶燒，生態系連續吃2拳。而且硫酸鹽氣膠還有第3個效果，它跟大氣中的水汽結合，變成硫酸，落下來就是酸雨。陸地上的淡水水體先被酸化，海洋表層跟着酸化。這對2類生物是判死刑，一類是用碳酸鈣造殼的鈣質浮游生物，另一類是靠它們吃飯的整條海洋食物鏈。菊石從此消失，海洋爬行類的蒼龍和蛇頸龍全滅。這些不是被火燒死的，是被化學殺死的。換句話說，希克蘇魯伯真正的殺傷力不在那一撞，在那一撞把什麼東西送上了平流層。早期的數值模型估算，這一撞送上天的硫大約是3250億噸，二氧化碳大約4250億噸。這個數字後來被修正過。2025年1月刊出的一項研究，改用5個錄像白垩紀與古近紀交界剖面的實測資料回推，得到的流量是670億噸，誤差正負390億噸，只有舊模型的1/5左右。我把2個數字都放在這裡，是因為科學界對硫到底放了多少還在吵，我不替任何一方下結論，但兩派都同意一件事，撞上硫酸鹽岩層跟撞上別的東西，後果是2回事。撞擊後第1個小時長什麼樣子是有實物證據的。北達科他州有一個叫塔尼斯的化石點，距離撞擊點3000公里，那裡的魚化石鰓裡卡着撞擊噴出的玻璃球粒，它們是在撞擊後不到1小時之內死的，被地震引發的內陸湧浪活埋，連掙扎的姿勢都保存下來了。把第1小時的順序排一次，撞擊瞬間，一個直徑數十公里的火球升起，接觸點的岩石被氣化，地震能量的推估值落在瑞士規模11以上，這是地球表面能發生的最強震動等級。幾分鐘內，數以兆噸計的碎屑被拋出大氣層，沿着彈道軌跡飛向全球。真正致命的是這些碎屑落回來的時候，它們重新進入大氣層，摩擦生熱，把全球的天空變成一個紅外線輻射爐。這個熱脈衝持續的時間以小時計，地表暴露在外的生物會被直接烤熟。躲得過去的只有3種，躲在水裡的，躲在洞裡的，躲在土層底下的。再來是海嘯。2022年，一項發表在美國地球物理聯盟期刊上的全球模擬指出，撞擊產生的初始水體隆起高度可以達到 1.5 公里，墨西哥灣內的波高以100公尺計，波前擴散到全球海域。
然後才是最長的那一段。天空暗下來，光合作用停摆，全球地层里的花粉记錄顯示，界限之後出現了所謂的蕨類尖峰，也就是蕨類孢子在短時間內占據壓倒性比例。這是植被崩潰之後先驅物種接管廢墟的訊號。日本東北大學的海保邦夫团隊在2017年提出的推算是這樣，能夠觸發這種等級全球滅絕的高有機碳、高硫酸鹽岩層，在當時只覆蓋地表大約 13%， 剩下的 87% 撞下去是區域級的災難，不是全球級的清場。這裡我得把話講平，那個 13% 是模型輸出，不是量測值，它依賴一整套6600萬年前有機碳分布的重建，而且後來鑽探希克苏鲁伯坑芯的結果，並沒有找到很多碳氢化合物。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地質學家尚恩·古利克認為，當時的极凍主要來自氣化的硫，不是煙灰。爭論到今天沒有結束，但兩派吵的是機制，不是方向。他們指向同一個結論，撞在哪裡比撞多大更重要。第3筆賬，晚30分鐘，撞擊點往西780公里，會發生什麼？第一件事，撞擊點離開尤加敦台地，那套3公里後夾滿硬石膏的碳酸鹽序列，是這塊台地獨有的地質構造。往西走出台地邊緣，水深從幾十公尺直接掉進2-3公里，海床底下換成一整套完全不同的鹽性。硫酸鹽的供應量第一步就先砍掉一大截。如果把假設再推遠一點，看看差異的上限，晚3小時，地球轉45度經度，撞擊點西移大約4700公里，落進太平洋深海盆地。那裡水深4公里上下，海床下面是玄武岩制的洋壳，玄武岩幾乎不含硫酸鹽，也沒有後層碳酸鹽。先破一個迷思，別誤會，4公里的水擋不住10公里的石頭。這顆東西的直徑是水深的2倍半，它會像子彈穿過一張薄紙那樣，穿過整個水柱，直接撞上海床。能量一交，饵都不會少。差別不在能量，差別在被轟上天的是什麼東西。前海台地版本噴上去的是硫酸鹽、碳酸鹽，還有被高溫烤出來的有機碳。硫酸鹽氣膠在平流層一待好幾年，全球植物的光合作用被切斷。深海版本噴上去的絕大部分是水，水蒸氣確實是強力溫室氣體，但它在大氣裡的滯留時間以天道周計算，一下雨就沒了。玄武岩粉塵會遮光，但粉塵顆粒粗，沉降快，撐不起一場持續數年的撞擊冬天，代價是海嘯。深海撞擊產生的初始波高會遠遠超過淺海版本，環太平洋所有低地會被反覆洗過，但海嘯是幾小時到幾天的事，而且只殺沿岸，內陸高地上的動物絕大部分活下來。所以深海版本的白堊紀末推演起來長這樣，一場毀滅性的區域災難，一次全球規模的巨浪，幾個月到1-2年的光照下降，然後氣候慢慢回穩，海洋生態系重創，鈣質浮游生物大量死亡，但陸地上沒有那個持續好幾年把全球初級生產力歸零的黑暗期。沒有那個黑暗期，大型草食恐龍的食物鏈就不會斷，食物鏈不斷，恐龍活下來。把死亡順序拆開來看，就知道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關鍵。大型動物在滅絕事件裡永遠死得最早，原因很簡單，體型越大，每天要吃的越多，能撐的空窗期越短。一頭數噸重的角龍斷糧幾周就完了，而它倒下之後，靠它吃飯的暴龍也跟着完。所以問題從來不是恐龍怕不怕冷，是它們撐不撐得過連續好幾年的植物停產。深海版本把停產期從數年壓縮到數月，這一個數量級的差別就是恐龍活與不活的分界線。當然，恐龍也不會毫髮無傷，撞擊點周邊數千公里內的類群大概率團滅，全球性的巨浪會清空所有沿海生態系，海洋裡的菊石和大型海爬仍然會重創。白堊紀末本來就有一些類群在走下坡，關於恐龍在撞擊前是否已經衰退，學界至今沒有共識，但衰退跟歸零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再說一次，這是推演，不是定論，但它建立在一條很硬的物理事實上。撞擊冬天的長度取決於平流層氣膠的量與壽命，而那取決於你撞到的是哪一種岩石。第4筆賬，恐龍活下來
接下來的6600萬年，它們會走成什麼樣子？先給一個尺度感，飞鸟恐龍統治陸地大約16500萬年，人屬出現到現在不到300萬年，智人出現到現在大約30萬年，恐龍已經跑完的賽程是我們的500倍以上。1982年，加拿大古生物學家戴爾·羅素提出過一個很有名的思想實驗，他研究的是商齒龙類，一種小型兽腳類恐龙，體型跟人差不多高，兩腳行走，前肢的趾有一定的对握能力，眼睛朝前，具備立體視觉。羅素量了它的腦容量，大約40幾立方公分，這個絕對值不驚人，驚人的是比值。用腦化指數來看，也就是腦重除以同體重，動物的平均腦重，商齒龍類的腦化指數是同期其他恐龍的6倍。羅素接着做了一件很大膽的事，他把中生代恐龍腦化指數隨時間上升的趨勢往後外推6600萬年，外推出來的顱腔容积是1100立方公分，現代人的腦容量大約1350立方公分。他跟模型師荣塞根合作，把這個外推結果做成了一具實體模型，无尾，站姿直立，大眼前視，3只手，顱腔膨大，他把它叫做恐龍人。這個模型被批評了40年，英國古生物學家達倫奈許的批評最直接。羅素把高智慧跟長得像人綁在一起，那是人類中心的想象，不是演化的預測。活着的證據就在天上飛，鳥類是恐龍唯一活下來的分支，烏鴉能制造工具，能規劃未來，能理解因果關係，鸚鵡的認知能力可以對標幼童，但它們沒有一隻長成2腳站立的人形，它們還是鳥。而且鳥類的例子還打掉了另一個假設，羅素的外推假設腦容量會沿着同一條斜率一路長上去，但演化裡沒有這種直線。腦是極度耗能的器官，人腦只占體重的 2%， 卻吃掉靜止代謝率的20%上下，這種代價只有在特定生態壓力下才划算。商齒龍類的腦化指數比同期恐龍高6倍，反映的是它作為小型伏擊掠食者的感官需求，不是通往文明的入场券。所以誠實的推演版本是這樣，晚30分鐘的地球，陸地上的優勢類群仍然是恐龍，而且大概率會出現認知能力更高的獸腳類分支，因為那條演化路線本來就在往上走，但它們不會長成恐龍人，它們會長成更聰明的恐龍。而更關鍵的一點是，它們根本不需要變聰明，演化沒有義務制造智慧。16500萬年，恐龍在各種氣候、各種大陸配置底下活得非常好，橫跨了盘古大陸的解體，海平面的數次大起大落，氣溫的長期擺盪，也沒有走到那一步。這裡有個很多人想不通的點，智慧看起来是萬能解，為什麼演化不多做一點？因為演化不看未來，只看下一代。一個投資極大、回收極慢的器官，只有在特定的生態壓力組合底下才會被留下來。而那個組合有多罕見，看數字就知道。地球上有記錄的物種以100萬計走到能造工具、能累積文化、能改寫行星地表的，到目前為止是一只，不是一群，是一只。第5筆賬也是整件事最反直覺的一筆。哺乳類等了多久？哺乳類不是白堊紀末才冒出來的新物種，哺乳型類的歷史跟恐龍幾乎一樣長，大約2億年。它們跟恐龍同台共存了1億6千萬年以上。那1億6千萬年裡，哺乳類做了什麼？幾乎什麼都沒做。中生代哺乳類的絕大多數體重在100公克以下，多數不到一只老鼠大。目前找到体型最大的中生代哺乳類之一是中国遼寧出土的爬獸，體長約1公尺，體重估計10幾公斤。1億6千萬年的演化時間，體型上限卡在一只小型犬。它們不是不會長大，它們是没有空間長大。所有中型和大型的陸地生態位都被恐龍占滿了，哺乳類被壓進夜行、穴居、食蟲這幾個角落，壓了1億6千萬年，然後撞擊發生，大滅絕清掉了地球上大約 75% 的物種，飛鳥恐龍全部歸零，生態位一夕之間全部空出來。哺乳類的反應速度快得驚人，白堊紀與古近紀交界之後不到1000萬年，體重以100公斤計的哺乳類就出現了。到了史新世，陸地上最大的動物已經全部換成哺乳類，同一群動物，同一套基因工具箱，前面1億6千萬年動不了，
後面1000萬年爆炸。比例算一下更清楚，體重從10幾公斤的上限衝到數百公斤，是一個數量級以上的跳躍，而完成這個跳躍花掉的時間只佔他們前面被壓制那段歲月的1/16。差別不在他們自己，差別在恐龍不在了。順便把為什麼是哺乳類活下來也算清楚。撞擊後那幾年，地表的生存條件是3條：體型小，代謝需求低，能吃腐食或種子，能躲進地下。中生代哺乳類被恐龍逼出來的那套生活方式，夜行、穴居、杂食，體重不到100公克，剛好每一条都命中。它們不是因為優秀而存活，它們是因为長期被压制而剛好長成了災難後最適合的形狀。這是整個演化史裡最大的一次黑色幽默。這就是機會窗口的定義，不是你變強了，是壓在你頭上的那塊東西被拿走了。而人類這條線的起點就卡在那個窗口打開的瞬間。目前被歸為最早靈長型類的化石之一是普爾加托里獸，年代就落在白堊紀末到古新世初的界限附近。它是一種树栖小動物，體重估計只有幾十公克到100公克上下。從它到智人中間隔了6600萬年。現在把所有的賬攤在同一張桌子上，一顆直徑10公里的石頭在太空裡飛了不知道多久，在6600萬年前的某一個瞬間，以45度到60度的傾角撞在地球上一塊剛好覆蓋着3公里厚硫酸鹽的淺海苔地上。如果它晚30分鐘，撞擊點西移780公里，離開那塊苔地，硫酸鹽的供應量先砍一截。如果它晚3小時，撞擊點西移4700公里，落進太平洋深海玄武岩，硫酸鹽接近歸零，撞擊冬天縮短到以月計算。如果撞擊角度不是45到60度，而是更平的略射角，被轰进平流层的物質会少一個數量級。如果它撞在地表另外那 87% 的位置，按照海寶邦夫團隊的模型，這場全球滅絕根本不會啟動。任何一個條件變一點，恐龍就還在，恐龍還在，哺乳類就還壓在100公克以下的夜行角落。哺乳類爬不上來，靈長類的窗口不會打開，窗口不打開，你不會存在。注意，這不是人類會晚一點出現，是不會出現。演化沒有目標，沒有進度表，沒有非要走到智慧生命這一步的理由。恐龍給了自己1億6500萬年，也沒有走到那一步。把整條因果鏈的長度量一次，你會更有感覺。從那顆石頭落地到第一個能用2隻手做出石器的人屬物種站在非洲的草原上，中間隔了6300萬年以上。這條鏈上的每一個環節，靈長類爬上樹，從樹上下來，直立，手變成手，腦容量從400立方公分推到1350立方公分，都不是必然。任何一環斷掉，鏈子就到此為止。而這整條長達6000多萬年的鏈子，起點是一段30分鐘的時間差。人類這個物種存在的理由，不是因為我們特別，是因為6600萬年前，一顆石頭撞在了正確的位置，正確的角度，正確的那一秒鐘。今天全球在追蹤的近地天體超過3萬顆，我們花大錢建望遠鏡，算軌道，做撞擊偏移實驗，本質上都是在做同一件事。不要再讓那種等級的巧合替我們決定下一輪的主人是誰，因為那筆賬我們已經算過一次了，誤差容許度不到30分鐘。